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听故事学中文，我是小文。我是小华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好。小华，最近我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，叫特种兵旅游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那个军人的旅游方式呢。你这么理解也不算错，这个词啊，确实是借用了特种兵这个概念，但他说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极限的旅游方式。对，后来我看了一些视频，发现这些年轻人旅游的方式真的很，怎么说呢？很疯狂。没错，特种兵旅游在最近几个月特别火，尤其是在抖音、小红书这些平台上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分享自己的特种兵旅游经历。那在我们深入聊之前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听故事学中文，是专门为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制作的。我们每期都会选择中国最新、最热门的话题来讨论。是的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话题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小华，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到底什么是特种兵旅游？好的，特种兵旅游指的是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少的花费、最高的强度、游览最多的景点。比如说，有些大学生周五晚上坐火车出发，周六一天逛完一个城市的所有主要景点，周日晚上再坐火车回来，周一照常上课。天呐，这也太累了吧！就是很累，所以才叫特种兵嘛。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是这样高强度、高效率的。我明白了。那这种旅游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？主要是从2023年开始的疫情结束后，年轻人特别想出去玩，但是呢，他们面临一些实际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首先，时间问题，大学生要上课，年轻的上班族工作忙，很难有长假期。其次是钱的问题，住酒店、吃饭、门票都需要钱，但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经济条件有限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这个办法。对，与其等着有钱有闲的时候再去旅游，不如现在就用这种方式，想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遍。这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，什么态度？就是行动力很强，不愿意等待，想做就马上做，还有就是追求性价比，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目标。觉得观察还有意思。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吗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更容易理解。当然，我看到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，她周五下午下课后，直接坐高铁去洛阳。洛阳那是在河南省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对吧？没错，她晚上11点到洛阳，没有订酒店，直接在火车站的24小时餐厅坐到天亮。啊，在餐厅坐一夜。对，这样就省了住宿费。天一亮，她就开始逛景点，先去龙门石窟，那是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，然后去白马寺，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。中午简单吃个面，下午再去老城区，晚上看牡丹灯光秀。一天逛了这么多地方。是啊，然后周日早上他又坐高铁回北京，周一正常上课，整个行程花费不到500块人民币。这真的是太拼了。不过我有个疑问，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旅游，真的能体验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吗？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这也是很多人质疑特种兵旅游的地方。传统的旅游观念认为，旅游应该是慢节奏的，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、文化、美食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特种兵旅游的支持者会说，旅游的意义因人而异。对他们来说，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去到想去的地方，哪怕只是打卡拍照，也是一种收获。嗯，
这倒也是每个人对旅游的理解不一样。而且很多年轻人说，他们第一次可以用特种兵方式快速游览，以后有机会了还可以再来深度游。这是一种先去过再说以后的想法。我懂了，那这种旅游方式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我是说他们怎么安排行程的？这个过程其实挺复杂的。首先要选择目的地，一般是那些景点集中、交通方便的城市，比如西安、南京、杭州这些地方。为什么要选景点集中的？因为时间有限嘛，如果景点太分散，路上花的时间就太多了。然后呢，要仔细研究交通，找最便宜的车次，通常是晚上的火车。晚上坐火车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可多了。第一，晚上的车票通常比较便宜。第二，在火车上睡一觉，既省了住宿费，又节省了时间。第三，早上到达目的地，可以直接开始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接下来就是做攻略，他们会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，把一天要去的景点按照地理位置排序，设计最优路线，减少路上的时间。这听起来就像在完成一个任务。就是任务，很多人把自己的行程表分享到网上，真的就像任务清单一样。早上6点起床，6点半到第一个景点，8点到第二个景点，每个时间点都安排得满满的。那吃饭怎么办？吃饭也要讲究效率，一般就是路边随便吃点或者买点面包包子，边走边吃，很少坐下来好好吃一顿。这也太辛苦了，他们带的行李应该也很少吧？非常少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背包，装点换洗衣服、充电宝、身份证、学生证。学生证很重要，很多景点学生票半价。对对，门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说到花费，你刚才说有个例子只花了500块，这个预算是怎么分配的？我们来算一算，北京到洛阳的高铁，提前买的话，学生票大概150块往返，景点门票加起来可能200块左右，吃饭2天大概100块，剩下的就是当地交通、公交、地铁什么的。确实挺便宜的。如果正常旅游，光住宿就可能要好几百。没错，所以特种兵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省钱。有些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就1-2千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旅游。这种方式让他们也能出去看看世界。从这个角度说，特种兵旅游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那这些特种兵游客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主要是大学生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年龄大概在18到25岁之间。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。什么特点？第一，体力好，年轻人嘛，熬一夜没问题，走一天也不觉得累。第二，经济条件有限，想旅游但预算不多。第三，时间灵活性差，要上课或者上班，只能利用周末。这些确实是年轻人的特点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他们愿意分享。这些年轻人会把自己的经历拍成视频或者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，这种分享又激励了更多人去尝试特种兵旅游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对，一个传播循环有个词叫 FOMO， 是英文 Fear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，意思是害怕错过。当大家都在晒自己的特种兵旅游经历时，其他人也想试试，不想被落下。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力。那这种旅游方式对身体的负担大不大？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健康。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特种兵旅游确实存在一些健康风险。比如说，首先是睡眠不足，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和钱，在火车上、车站里，甚至景区的长椅上凑合着睡，这样的睡眠质量很差，长期下来对身体不好。而且一整天都在走路，应该很累吧？非常累，我看到有人说一天走了3-4万步，脚都磨出泡了。
还有人因为太累，在景区直接坐在地上就睡着了。天哪！还有饮食不规律的问题，为了赶时间，很多人早饭不吃，中饭随便吃点，晚饭也是凑合，这样给肠胃很不好。听起来确实挺危险的，有没有出过什么意外？有些报道，比如有学生因为太累，在爬山时差点晕倒，还有人因为长时间不休息导致膝盖受伤，所以医生和专家都提醒特种兵旅游要量力而行。健康还是最重要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下啊，社会上对特种兵旅游的看法是怎样的？是支持还是反对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社会上的态度是很分裂的，有支持的，也有反对的。支持的人是怎么说的？支持的人认为，特种兵旅游体现了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。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们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，这是值得鼓励的。确实，这说明年轻人很有主见。而且有人认为，特种兵旅游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。这些年轻人虽然在住宿上花钱少，但他们在门票、交通、餐饮上的消费还是有的。而且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，也是在帮景区做免费宣传。这倒是个意外的好处。那反对的人呢？反对的人主要有几个担忧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健康问题，他们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这样透支身体。这个担忧很合理。第二个担忧是，这种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失去了旅游的真正意义。旅游应该是放松身心，体验文化，而不是完成大任务。我能理解这个观点。你到一个地方拍个照就走，确实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地方。还有人担心这会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，年轻人为了省钱，过度压缩旅游成本，这可能会影响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。怎么说？比如说，如果大家都不住酒店，那酒店业就会受影响；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吃饭，那餐饮业也会受影响。从长远看，这可能对旅游产业链不太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个人怎么看待特种兵旅游呢？我觉得，我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。我理解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，但我也认为要有个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偶尔尝试一次特种兵旅游，作为一种特别的体验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把它当成唯一的旅游方式，每次出去都这样，我觉得就不太好。我同意，毕竟旅游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放松，而不是让自己更累。没错，而且我认为，随着这些年轻人年龄增长，经济条件改善，他们自然会调整自己的旅游方式。特种兵旅游可能只是他们人生某个阶段的选择。这个分析很有道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来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对今天讨论的话题感兴趣，可以在评论区用中文跟我们分享你们国家的年轻人是怎么旅游的。对，我们很想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方式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新的中国热点话题。好，我们继续聊。小华，我还想了解一下，特种兵旅游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？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。我认为特种兵旅游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几个特点。哪些特点？首先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，现在的年轻人学习压力大，工作压力大，经济压力也大，他们渴望出去放松，但现实条件不允许，所以只能用这种压缩的方式来实现愿望。这说明年轻人的生活挺不容易的。是啊，其次呢，它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征，年轻人不只是想去旅游，他们也想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经历，获得关注和认同。所以打卡拍照变得特别重要。对，还有一点，特种兵旅游反映了消费观念的变化。
这一代年轻人更注重性价比，更理性的消费，不像以前那样追求奢华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觉得是好事，理性消费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但同时社会应该创造条件，让年轻人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，而不是被迫选择这种极限方式。这个观点我很赞同。那从文化角度看，特种兵旅游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吗？有意思的问题，我觉得有一定的联系。中国有句古话叫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意思是既要多读书，也要多出去看看世界。对，这是中国人很重视的。特种兵旅游虽然方式比较极端，但它的出发点还是想行万里路，想去看不同的地方，增长见识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它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。只是实现方式不太一样。没错。另外，中国人向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特种兵旅游需要吃很多苦，这也体现了这种精神。不过吃苦是一回事，健康还是要注意的。当然这是前提。说到文化，我还想到一点，就是集体主义。集体主义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很多特种兵旅游是结伴进行的，几个同学或朋友一起计划，一起出发，互相照应。这种集体行动的方式，其实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重视人际关系、重视集体的特点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一个人可能很难完成特种兵旅游，但一群人在一起就容易多了。对，而且更安全也更有趣。大家可以相互鼓励，分享快乐。那你觉得特种兵旅游这个现象会持续多久？它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吗？这个问题，很难准确预测，但我觉得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但最终会慢慢改变。为什么那么说？因为特种兵旅游的流行有它特定的社会背景。疫情刚结束，年轻人被压抑的旅游需求突然释放出来，加上经济不太景气，所以这种方式特别受欢迎。但这些条件会改变。对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年轻人收入增加，他们可能会选择更舒适的旅游方式。另外，当新鲜感过去之后，这种极限旅游的吸引力也会下降。所以你认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？是的，但它留下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。比如说，它让旅游业意识到年轻人的需求，可能会推出更多性价比高的旅游产品。这倒是个积极的影响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有外国朋友想来中国尝试特种兵旅游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觉得首先要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特种兵旅游强度很大，如果身体不太好，还是不要尝试。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呢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提前研究路线、交通、景点信息，最好能看懂中文，或者有中文好的朋友帮忙。对，因为很多攻略都是用中文写的。还要准备好必要的东西。舒适的鞋子特别重要，因为要走很多路。充电宝、雨伞、一些零食都要带上。这些都是实用的建议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。特种兵旅游可能会遇到各种意外情况，比如火车晚点、景点关闭、天气不好，要学会灵活调整计划。而且要保持安全意识。没错，如果是外国朋友，最好结伴而行，不要一个人，而且要随时跟家人朋友保持联系，让他们知道你的行程。这些建议都很好，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。对，旅游的目的是开心，不是给自己找罪受。如果觉得太累，就应该停下来休息，不要硬撑。说的对好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特种兵旅游的内容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小花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？
好的，今天我们讨论了特种兵旅游这个热门现象，它指的是年轻人用最短时间、最少花费、最高强度游览最多景点的一种旅游方式。它主要流行于大学生和年轻上班族之中。对，这种旅游方式有它的优点，比如省钱省时间，让经济条件有限的年轻人也能出去看世界，但同时也有缺点，比如对身体负担大，缺少深度体验。社会上对它的看法也是有支持有反对。没错，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压力、社交媒体的影响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。我们认为特种兵旅游作为一种选择是可以的，但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方式。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和健康。说得好，旅游应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成长，而不是让我们精疲力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听故事学中文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国家的年轻人是怎么旅游的，或者你对特种兵旅游有什么看法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新的话题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再见，祝大家学习进步，生活愉快。拜拜。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